在现代社会中，许多人都将财富与显而易见的收入挂钩，比如每月的固定工资、奖金或者大公司发放的分红。这些财富在眼前一闪而过，似乎能在瞬间改变一个人的生活。然而，这种表面上的财富竞争非常激烈，像一场无声的战争，大部分人只能望洋兴叹，感叹自己与成功的财富机会无缘。那么，是否有一种隐形的财富潜藏在我们的周围，等待着那些有眼光的人去发现？在这段视频中，我将和你分享如何识别并抓住那些别人忽视的机会，找到真正能带来财富的道路。很多时候，人们往往把目光锁定在那些立竿见影、眼前可见的财富上，月薪、奖金、业绩提成，这些就像是每个人追逐的目标，看似是通往富贵的捷径，实际上却是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。尤其是在如今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里，拥有这些财富的机会几乎是少之又少，普通人很难从中分一杯羹。你看，那些互联网大佬们掌握了庞大的资源与渠道，早已抢占了大部分市场份额。对于普通人来说，想在这些明晃晃的财富上分一杯羹，不仅要付出巨大的努力，而且还必须有极高的竞争力。然而，事实并非如此。真正的智慧并不在于盲目的与别人正面竞争，而是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发现那些看不见的机会，去捕捉那些别人忽视的财富。曾有一个有趣的故事，让我深刻认识到这一点。我的一个朋友在网上做百货产品的生意，看似是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行业，商品的价格非常低，毛利薄的几乎没有什么空间。即使如此，他依然能够在这个市场中稳稳地赚到钱。这是因为他并没有单纯的跟别人竞争价格，而是另辟蹊径，依靠稳定的供应链和物流渠道来压低成本，并通过大数据分析对用户进行精准营销，最终收获了可观的利润。你看，很多人可能都没有注意到这些潜在的财富，他们只看到了价格战的表面，却忽略了背后那些看不见的机会。与其在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与他人拼个你死我活，不如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待问题，去做那些被大佬们忽视的小生意，去发现那些他们眼中不值一提的领域。有时候，财富并不是直接显现的，它像是一个种子埋在土里，需要我们耐心的等待它在合适的时机发芽。比如说那些初创的小企业，他们的产品可能并不那么显眼，甚至有些产品在市场上几乎没有人愿意购买，但正是因为这些小企业敢于承担高风险，并为市场带来创新，才能最终取得成功。其实，这就像是查理芒格曾经说的那样，要学会反过来想，当所有人都看到某个领域赚钱时，市场竞争已经白热化，许多大企业已经进入了这个领域，而这时如果我们跟风进入，势必会遇到巨大的困难。我们需要做的正是避开这些领域，去寻找那些大企业眼中不值一提的机会。这样一来，当这些看不见的财富逐渐显现时，我们已经站在了领先的位置上，收获了别人没有注意到的利益。这些看不见的财富分为两类，一类是那些大佬瞧不上的利润极薄、市场较小的领域，比如说，现在的直播带货已经成了大企业争抢的热门领域。如果你硬是要参与其中，拼命去与那些顶流主播竞争，那无疑是与虎谋皮。但是，如果你把目光转向那些与直播相关的工具、设备，或者为主播们提供服务的行业，反而会有极大的机会。例如，一些小公司可以去生产直播所需的灯光、音响、摄像头等设备，或者提供一些直播前期的策划、后期的运营等服务。这些服务利润虽然薄，但市场需求却非常大，而且竞争远没有那么激烈。所以，虽然大企业不屑一顾，但这类细分市场依然能够创造不错的回报。另外一类是那些常人看不见的财富，比如说，随着互联网的普及，
数据变得越来越重要。对于大部分企业而言，如何有效收集并分析用户数据，已经成为了决定成败的关键。然而，很多企业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，或者他们没有能力去处理庞大的数据量。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一些小企业或个人可以进入这个领域，为他们提供精准的数据分析服务。通过积累数据，精准营销，提高转化率，不仅可以提高收入，还能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。这个过程看似平凡，但其实是一个高效且长久的盈利模式。看不见的财富，往往是隐藏在某个不起眼的角落，只有具备敏锐的观察力和创新思维的人，才能发现他们的潜力，而这种机会通常需要较长时间的沉淀与积累。毕竟，财富不是一蹴而就的，它更多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，需要我们不断的努力与等待。而那些真正能抓住这些机会的人，往往不会因为眼前的风头而盲目跟风，他们懂得跳出固有的竞争圈，去发现那些别人忽略的蓝海市场。正因为如此，他们能够在这个浮躁的社会中稳步前行，最终获得那些看不见的财富。每个人都想获得财富，但在这条路上并非每个人都能成功。多数人盯着的热门行业，如电商、金融、娱乐等，的确吸引了大量的目光。市场竞争激烈，门槛高，想要脱颖而出并不容易，特别是在一些行业，成功的几率较低，投入的时间、金钱、精力都可能让人心力交瘁。那么，问题就来了，如何找到那些真正能赚钱的领域？首先，成功的关键在于逆向思维。很多时候，成功并不一定需要跟随大众的脚步，甚至可以从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地方入手。比如在电商领域，大家都知道服装、美妆是热门品类，大家也都在争抢那一块蛋糕。然而，实际上，五金配件、手表配件、宠物护理、运动健身器材等这些小众市场却蕴藏着巨大的商机。这些领域虽然不被大众所熟知，甚至看似不起眼，但其背后潜在的需求却在悄悄增长。而且，这些行业的竞争远没有服装和美妆那么激烈，进入这些市场的门槛较低，稍微有些资源和技术便能获得不错的回报。再来看一些冷门行业，比如殡葬用品、两性用品、家居装修、墙体装饰等，这些看似冷门的项目，其实是有着强大市场需求的。尤其是在一些特定的生活场景中，他们的需求量远大于我们想象。举个例子，殡葬用品虽然给人一种沉重的感觉，但每年随着人口的老龄化，这一市场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。而像家居装修、墙体装饰等行业，随着消费者对生活品质的要求提高，很多人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在这些方面上。尤其是小户型和精装修的需求也日益旺盛。不仅如此，还有一些看似不起眼的行业，像是销售简历、素材模板、在线教育服务等，都有着稳定且持久的市场需求。简历和模板这种看似微不足道的服务，正好符合了一些年轻人和中小企业的需求。他们想要快速上手，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，但却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处理这些琐碎的事宜。通过提供这些服务，便能获得相对稳定的客户群体。既然看到了机会，接下来就该行动起来了。然而，许多人在面对新事物时，常常有着一种害怕失败的心理，特别是那些初次尝试创业或者副业的人。其实，失败并不可怕，关键是能否从失败中汲取教训，不断调整和改进。一个成功的创业者往往不是一次就能成功，而是经过了无数次的尝试和修正。试错是每个成功故事的一部分，而避免失败的最佳方法就是先从小的副业开始，逐步摸索。比如，可以先从开设电商微店、做自媒体、做家庭手工坊等低投入的项目开始，这些都能在没有过多经济压力的情况下，逐步积累经验，
看看自己是否真的适应这条创业之路。在这些小项目的推进过程中，还要学会灵活应对市场的需求变化，调整自己的策略，不断提升技能。例如，自媒体运营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写作和视频制作能力，开微店需要了解商品的进货渠道、物流配送等一系列细节，而这些正是提升自己竞争力的方式。做生意，尤其是做小本生意，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，并能始终关注市场和客户的需求变化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即便失败，也不必灰心丧气，而是要通过反思和总结经验，继续前进。同时，要想在这条创业路上走得更远，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自身的技能优势。什么是技能优势？简单来说，就是你能够提供给他人的独特价值。如果你能解决某个行业的具体问题，或者满足某种需求，那你就能通过自己的能力赚取财富。举个例子，擅长调理儿童脾胃，制作营养减脂餐，或者能做高性价比的泰国菜，这些看起来很普通的技能，却能满足不少人的日常需求，而且很多人愿意为此付费。这种技能不仅仅是技术方面的，也包括一些软技能，比如沟通能力、团队合作能力、客户服务等。这些软技能往往决定了一个人在职场中的竞争力，也决定了一个人在创业过程中的成功机会。然而，技能之外，还需要具备人际交往和可靠的口碑。人与人之间的信任，往往是成就事业的关键。一个人如果做人做事都靠谱，工作上细心负责，深得领导和同事的信任，那么他在职场上的升职加薪也会水到渠成。而对于那些选择创业的人来说，口碑和信誉更是至关重要。客户的评价和口碑会直接影响到生意的持续性，因此与人为善，诚实守信，才能在长远的发展中积累起属于自己的客户资源。有很多人觉得自己并不是天生就会做生意，也没有特别突出的技能，但实际上，很多成功的人并非一开始就有特别出众的能力，而是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，逐步积累了自己的赚钱经验。你看那些看起来并不特别的职场人，为什么升职特别快？那是因为他们懂得如何利用自己独特的能力，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并用心去做。而他们成功的秘诀就是具备强大的执行力和不畏失败的勇气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们始终保持着积极的态度和与人为善的心态。在你从事事业的过程中，你会遇到很多的挑战与困难。或许你的产品并不一开始就获得市场的认可，或许你也曾因资金不足而面临困境，但只要你保持学习，不断调整自己的方法和心态，就能逐步找到自己成功的道路。最终走过这些坎坷的路，你会发现，原本看似遥不可及的大钱，其实就在你不断努力与尝试的过程中悄然降临。赚钱的机会有很多，但最关键的是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。比如农产品销售，这是一个结合传统和现代的典型例子。一个偏远山区的普通农妇，通过朋友圈推广自家种的有机蔬菜，起初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，没想到订单如潮涌来。随后，他扩大生产规模，与当地农户合作，搭建起了特色农产品电商平台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不仅让自家经济状况得到了改善，还带动了整个村子的脱贫致富。他的故事告诉我们，资源本身并不值钱，真正值钱的是如何将资源价值最大化，用现代科技手段连接市场，传统行业也能焕发新生机。2年的时间，年销售额破1000万元，这种成绩足以令人刮目相看。再说到从废品中掘金，很多人或许都难以想象，就电路板里还能挖出真金白银。曾经的小区废品回收员，凭借一次偶然的发现，开启了贵金属提取的生意。通过自学化学知识和购置设备，他把废弃电路板中的黄金、银等贵金属提取出来，
每年处理数千吨电子废弃物，年利润达100万元。这不仅仅是财富的增长，更是环保事业的推进。他的故事启发我们，财富往往藏在人们忽视的地方，关键在于是否有慧眼去发现，是否有巧手去实践。在数字化时代，功能类 IP 账号成为一种新型赚钱方式。有人通过分享工具使用教程，赚取知识付费或广告收入。比如，一个专注推荐效率应用的账号，能让用户在工作和生活中事半功倍。通过图文教程、视频演示甚至直播互动，这类账号吸引了大量粉丝，同时也创造了丰富的收入来源。从开设专栏到产品销售，从内容合作到定制化培训，这种方式不仅能变现，还能让自己的专业能力得到广泛认可。这类创业者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帮助他人解决问题，实现了自我价值的最大化。再来看餐饮设备回收，这似乎是一个不起眼的行业，但却隐藏着巨大的商机。餐饮行业竞争激烈，许多店铺因经营不善而倒闭。这些店铺急于处理占空间的餐饮设备，回收商以低价收购，再经过翻新处理，以更高的价格转售，实现了丰厚的利润。这种生意需要对市场有深刻的理解，对设备价值有清晰的认知，还需要建立稳定的销售渠道。一些看似沉重的炉灶和冰柜，在精明的创业者手里，却能变废为宝，轻松获利。二手商品交易也是如今颇具潜力的领域，无论是家具、书籍，还是衣物和家电，二手市场都蕴藏着不小的商机。例如，廉价回收二手衣物后出口到非洲市场，就能卖出好几倍的价格。而二手空调或二手车，在适当修理和保养后，利润空间也非常可观。当然，二手交易也有一定的风险，比如市场需求波动或商品积压，但只要精准把握需求，这仍是一个值得尝试的赚钱方式。最后是环保产品，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，有机食品等环保产品受到市场热捧。这些产品虽然生产成本较高，但消费者愿意为健康和环保买单。商家不仅能赚取利润，还能传播环保理念。经营有机食品不仅仅是做生意，更是一种社会责任的体现。从种植到销售，每一个环节都传递着对自然的尊重，对健康的追求。这种良性循环，让商家和消费者都能从中获益。如今，家庭对孩子教育的重视几乎到了无可比拟的程度。家长们为了让孩子从小接触到最好的教育资源，投入的资金和时间之多，常常让人瞠目结舌。教育产业因此成为了最具潜力的行业之一。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，再到各类课外辅导、兴趣班，几乎没有哪个家庭不再为孩子的未来规划一番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像学而思这样的培训机构，他们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，背后是他们对市场需求的精准把握，依托科学的教育理念和不断创新的教学方法，不仅吸引了大量的家长，还在市场中占据了一席之地。尤其是通过采用互动式教学、因材施教等方法，学生的参与感和学习效果得到了显著提升。而教师团队的精细化管理也确保了教育质量的高标准。家长们的焦虑心理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教育行业的繁荣。毕竟，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，进入更好的学校，获得更好的未来？这一点也被教育机构精准把握。通过不断强化课程内容，优化教学方式，教育机构不仅提供了优质的教育产品，还成功地营销了家长的焦虑心理，让家长们不惜花费大量金钱，只为让孩子站在更高起点上。然而，除了教育行业，还有一些看似不起眼但同样具备强大潜力的行业。例如，殡葬和情趣用品行业，可能让人觉得有些不搭界，但他们的存在与发展却都紧紧把握住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市场需求。殡葬行业，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，
每一个家庭在亲人去世时，都会在殡葬上投入大量资金，以表达对逝者的尊重。这一行业的盈利性可想而知，尤其是在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的今天，殡葬行业的市场需求只会愈加稳定和庞大。与此同时，情趣用品行业也悄然崛起。随着时代的进步，社会观念的逐渐开放，人们对性生活质量的关注也愈加明显。特别是在一些地方，殡葬店和情趣用品店竟然成了邻居。原因不仅仅是商业经营上的便利，更因为这两个行业的顾客群体有一定重合，且都属于社会上较为低调且独特的消费群体。这样的一种市场组合，既符合了人们的需求，又巧妙地抓住了经济规律，可谓是一种独特的商业智慧。接下来不得不提的便是医疗健康行业。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健康意识的觉醒，医疗健康行业的发展也日益迅速。尤其是在近年来，老龄化社会的到来，让医疗需求呈现出井喷式的增长。无论是慢性病的治疗，还是老年人对健康服务的需求，都促使了医疗健康行业的快速发展。与此同时，科技进步也为这个行业带来了新的机遇，例如人工智能、互联网医疗、智能设备等技术的运用，不仅提升了医疗服务的效率，也提高了整体医疗水平。而且在居民健康管理方面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重保健、预防和慢性病管理，进一步加大了对医疗健康服务的需求。宠物经济也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一个新兴行业。随着年轻人社交圈的缩小和老年人群体的增多，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养宠物作为精神寄托，宠物行业的需求快速上升，特别是在宠物食品、宠物医疗、宠物美容等方面，市场容量巨大。许多宠物主将自己的宠物视为家庭的一部分，甚至为其提供更为专业和精致的护理服务。而随着电商平台的兴起，宠物行业的销售渠道和营销模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宠物经济不再只是简单的商品交易，它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多层次、多样化的市场。宠物医疗、宠物保险、宠物美容等服务都逐渐成为这个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推动着宠物经济的全面升级。此外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家政服务行业也逐渐兴起。尤其是在节假日前后，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通过线上平台预约家政服务，日常的保洁服务更是供不应求。随着消费者对家政服务的要求不断提高，传统的家政公司也开始向多元化、专业化方向发展。尤其是高端家政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大，家政行业正朝着更高品质的服务模式发展。无论是老年人的护理，还是日常清洁、月嫂服务，市场都显示出了广阔的前景。而家政公司凭借着优质的口碑和服务，逐渐形成了稳固的客户群体和商业模式，成为许多人寻求高品质生活的重要保障。这些行业的繁荣都源自于社会需求的变化与消费观念的升级，而它们背后展现的却是市场上永恒不变的经济法则。顺应潮流，才能抓住机遇。真正的财富不总是体现在那些明晃晃的收入上，而是隐藏在不显眼的领域中，等待着你去发现。记住，成功的关键在于跳出竞争激烈的圈子，用逆向思维去找到那些别人忽略的机会。财富的积累往往是一个长期的过程，需要你不断学习和调整，耐心等待属于你的机会。今天的视频希望能够激发你去发掘那些看不见的财富，让你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加稳健，更加远大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话题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并分享给你的朋友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